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0日下午的15点3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晚上道琼斯工业指数再次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十字星啊，虽然下跌了0.75%，但是它依然出现了一个十字星。这个十字星呢是在我们意料当中的，为什么呢？因为周线级别上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120周均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呢这个位置存在非常重要的支撑，有支撑它必然会出现反弹，所以呢上证指数和 A 股上证指数和比特币没有伴随美股反复的下杀，再次的下杀，同步出现了一个反弹的效应。首先我们看 A 股因为我们目前看的是外围市场， A 股在日线级别站上了30日均线那它下一个反弹目标是这个60日的均线最终呢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它是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的西游的这个动作。那比特币呢？比特币它已经做出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这个位置呢，我说它从3月31号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呢是由2轮日线级别下跌完成的我提到了周线级别下跌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大概率是在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的我反复的再说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那目前为止呢，比特币尚没有完成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更别说日线级别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没有完成它是做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是非常大级别的下跌从3月31号到5月到5月现在是20号这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在5月9号这周结束了但是仍然没有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这是不正常的。我认为它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一定会出现。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这里是悟空阳线组反弹的阳线组，这个区域呢，下一个区域呢是8戒阳线组第一根阳线呢是8戒的主阳线，后面呢都是干扰 K 线，构成了我们对行情的反弹的判断上的误区我们很多人认为它这段下杀，比如说5月18日这段下杀很可能就跌下去了，不可能出现反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观察到这个反弹，同时呢，这里面有个结构白色线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焦点区域，我用椭圆画了出来我说这里面有几种变化形式，第一种变化形式直接反弹上去，第二种变化形式是下跌之后再反弹第三种变化形式是上涨之后再诱空，然后再反弹上来。那很显然目前是第二种形式，也就是说这个三角形结构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下杀一波，然后反弹上去。同时呢，我们观察到焦点位置我在上堂课上也说了焦点位置构成了一个黑洞效应，在黑洞效应的吸引力的作用下出现了这个反弹。那4小时级别目前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认为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8戒阳线的这个位置上，4小时级别反弹还没有完成，上方还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目标位我依然保持这个观点，33000美金同时呢，我认为今天美股今天晚上是周五晚上9点半美股开盘之后，美股还有可能发生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因为昨天再次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十字星和这个5月12日这天类似放量十字星之后虽然它是阴十字星，但和这个阳十字星效果是等同的。我认为在这个十字星之后还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反弹。这个日线级别反弹呢，如果美股出现上涨的话，今天晚上出现上涨的话，那比特币就有做4小时级别反弹的动能，最终呢到达4小时级别反弹的一个目标位33000美金。这就是我 K 线西游理论周期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理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要做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是33000美金。同时33000美金是周线级别波谷连线。我们看从去年1月份
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33000美金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阻力位啊，之前是支撑跌破之后变阻力嘛，对吧？然后这是4小时的一个目标位，然后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我认为是在35000美金啊，日线级别反弹的目标位就在35000美金。那么我们作为空头啊，作为空头方向的市场参与者，我认为在33000美金到35000美金啊这样一个区间布局空单啊是合理的啊，是合理的。下跌趋势啊正在进行，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做4小时到日线级别反弹，然后这个下跌趋势将放大到月线级别，所以呢，下跌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啊，在下跌趋势下啊，在这个趋势下，我们找到可以做单的位置，可以做空单的位置。啊，找到这个位置，然后布局我们的仓位啊，分布式布局我们的仓位，最终呢能够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然后以太坊啊，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日线级别相较于比特币跌幅是较大的啊，但是它的回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啊，看它目前还是弱势于比特币啊，比特币已经回到这个4小时级别收敛焦点这个附近了。啊，焦点位置附近了，它还没有做出这个更进一步的上涨啊。目前以太坊是相较于比特币弱势的啊，但是我认为它的反弹空间同样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以太坊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是在2300美金啊，目前呢还有300美金的这个空间。啊，目前还有这么大的空间，为什么说是2300美金呢？因为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下跌趋势线啊，这个趋势线呢是前面下跌过程当中啊，从4877高点这个位置上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在这个2300美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在这轮以太坊同步比特币发生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我认为啊，以太坊同样和比特币一样啊，会发生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最终呢，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是在2300美金。如果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我认为日线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是在2600美金附近。为什么说2600美金附近是日线级别反弹的目标位呢？因为这里面啊存在一个波谷连线啊，我们把这个连接过来，从去年1月份至今连接过来之后，波谷连线压力位在2600美金。同时呢，你就看到行情当中有这样2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一个是2300到2600啊，这样的一个区间，2300到2600这样一个区间呢，是我们做空的一个区间啊。行情呢，我认为在急速下跌之后会有一个回补现象啊，再从5月5日至5月12日。这么大幅的下跌啊，我们测量一下这个下跌幅度啊，达到40%了啊，下跌幅度达到40%，必然会出现一轮回补啊。那这轮回补的目标位，我们认为是2300到2600这个区间。同时，我也认为如果出现了目前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啊，那熊市还要继续下去的话，它会有月线级别的下跌。所以呢，当前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的反弹。这样的空间，也就是2300到2600美金这样的空间是布局空单啊，是以太坊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这2天山寨币有些人会迷失方向啊，为什么会迷失方向呢？因为总处在一个非常强的震荡区间啊，这个震荡区间呢，我们可以在图上非常清晰的看到啊，比如说 GMT 啊这种热点非常高的币种啊 ，GMT APE 啊 Luna 这些热点非常高的币种，我们以 GMT 为例啊 ，GMT 在4小时级别上啊，前面波峰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直围绕这个震荡啊，一直围绕波峰连线的延长线做震荡。那这样的震荡呢，我们认为啊，它是在经历了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之后啊，然后做出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力度是强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它正在做的是什么呢？正在做围绕刚才延长线的一个小日线的收敛动作啊，也就是这个小日线的收敛动作。那如果啊，这个山寨币它也正在观察比特币的行情，如果比特币能够最终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 GMT 它会完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啊。为什么说它是日线级别的上涨呢？因为它在前面做了4小时级别反弹，提前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做了4小时级别反弹。那如果比特币主流币
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GMT APE 这种它会走得非常强势，它会出现日线级别的。那目前呢，它正在做这个收敛动作，还有机会做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们知道它之前的下跌是日线级别的下跌日线级别的下跌型。那如果出现强势的日线级别的反弹一定会走得非常极端所以呢，我给出 GMT 在不跌破这个下边线这个白色线，也就是不跌破1.33美金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反弹目标位是将要达到2.5美金我认为山寨币如果在比特币强势一些的情况下，在比特币的反弹过程当中会更强势一些，会走的时间级别更大一些这是我的观点对山寨币这一块的观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感谢大家，再见。